原来当年陈国坤说的全是真的。其实没有星爷，没有周星驰，根本我们那帮人就不值一提。能在星爷影片里搭戏，对很多演员来说算是难得的机会。但反过来，请他客串别人作品，基本全场焦点都会被他吸走。当年成龙筹备《玻璃樽》，几乎邀来大半香港艺人友情出镜，周星驰只拍了不到1分钟，戏份直接盖过所有主演的风头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提起这部群星云集的片子，没人记得完整剧情，唯独忘不了他被小狗拖着乱跑的画面。但意外的是，同一年贺岁档上映，阵容豪华的《玻璃樽》票房反倒输给了成本普通、讲小人物故事的喜剧之王。也难怪刘德华聊起星爷会感慨，和他同期竞争从不算难看，狼少有人能真正胜过他。周星驰真的没输过，那么多年输给他也不会难看的。相似的情况早前就出现过，王晶当初打算捧新人，特意邀约周星驰客串撑场面，开拍前反复叮嘱他收敛气场，多给主角留出表现空间。可实拍完全不受控制，整部戏主线本是葛明辉，星爷台词少得可怜，单凭眼神和细微小动作就能抢走所有观众目光。王晶捧新人的计划直接落空。从这之后，愿意请星爷做配角的导演越来越少，不是他不愿配合，是他一出场很难有其他角色压住镜头。但星爷最让人佩服的点，从来不是客串时有多亮眼，而是他担任主角掌控整部戏时，能把身边普通配角衬得格外出彩。很多演员靠他影片一战出圈。就拿常威的扮演者周兆龙来说，跟着洪金宝学武，拍戏10几年一直不温不火，接到九品芝麻官反派邀约时，还想推辞。洪金宝劝他拍再多常规影视剧，都不如在星爷作品里出镜一次。硬着头皮接下这个灭门反派，反倒成了他生涯最标志性的角色，走到哪都有人喊常威。多年后采访，他也直言，这个角色的热度持续20多年，自己心里十分感慨。罗家英的经历更有代表性，深耕粤剧40载，一直没什么名气。大话西游里，唐僧戏份加起来不足15分钟，一段跑调哼唱和不停念叨的台词，直接刻进几代人的记忆里。后来又在国产007出演达文西，几句无厘头台词反差十足的状态，成了喜剧表演参考范本。他自己也说，唱粤剧大半辈子买不起房，跟着星爷拍2年戏，直接置办2处房产。香港没有周星驰呢，就电影没有这样的叶老他也是真是一个人才。有多年积淀的演员能靠他翻身，淡出荧幕许久的人也能被他重新带火。拍摄功夫时，包租婆人选迟迟定不下，息影18年的袁秋只是陪同友人试镜，偶然被周星驰看中，为了说服他复出，星爷主动打了3次电话邀约。事实证明这个选择特别成功。我你个包租婆，我狗你妈个头啊！你今天要是再不交租的话，我就烧了你裤子。普通五行能走红，毫无表演经验的素人龙套，在他镜头下也能诞生经典形象。中学同学李建仁原本做幕后工作，星爷邀请他反串丑女，短短几秒回头扣鼻子的镜头，直接塑造出家喻户晓的如花。20年依旧是热门表情包，换别的剧组，这种镜头大概率只会被剪掉。少林足球里的黄逸飞也是如此，常年在片场演边角小人物，没什么辨识度。剧中饰演胆小怯懦的大师兄，一段跑调歌曲魔性洗脑，直到现在提起这部电影，大家第一时间就能想起他。少林功夫好耶，太棒了啊！少林功夫够劲，呱呱呀！我是金刚腿，金刚腿，他是铁头功。哇哦哇哦哇哦！我的这个头！就算本身已经有知名度的艺人，参演星爷影片后，留给观众最深的标签，反而都是这段配角戏份。蔡少芬演过无数女主，旁人提起她，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《大话西游》里的小甜甜。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，叫人家小甜甜，现在新人胜旧人了，叫人家牛夫人。不止演员，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普通事物，经过他的镜头都能拥有专属代名词。不起眼的蟑螂被取名小强，往后大家日常闲聊都会这么称呼。普通土狗被叫做旺财，沿用至今。就连一串数字9527也成了影迷之间心照不宣的暗号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。不管是深耕行业多年的老演员，临时客串的路人龙套，还是日常随处可见的小动物、数字符号，周星驰好像有种独有的感染力，在平淡普通的人或物件，只要出现在他的影片里，就能长久留在观众记忆里。